天空烈阳高照，空旷的草原上散布着稀疏的树木，空气里有干草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斑马的远古祖先三只马正在低头吃草。现代长颈鹿的远亲西瓦兽伸长脖子啃着树叶。几头巨大的孔象慢腾腾地游走，草丛间偶尔闪过巨型猎豹的身影。一群斑鬣狗在远处徘徊，而在河流与浅滩附近还潜伏着一种更致命的威胁，后来被科学家称为露西的猎人的巨型鳄鱼。它身长可超过4公尺，是当时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掠食者之一。只要有动物靠近水边喝水，就可能成为它的伏击目标。即使是斑鬣狗或巨型猎豹，在水边也并非绝对安全。对身材矮小的南方古猿来说，危险从来不只来自陆地。一个身高约 1.1 米，已经习惯用2只脚走路的深色身影，站在一棵猴面包树的阴影下。他已经完全习惯用2只脚走路，盆骨宽而短，双腿能稳稳支撑身体，但手臂仍明显比现代人长，手指有些弯曲。他额头后倾，眉骨突出，面部也较为前凸，全身覆盖着深色的体毛。他是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他弯腰蹲下，随手捞起一块石头，砸向一颗坚硬的猴面包树果实，果实露了出来。他快速扔掉石头，捡起果仁塞进嘴里，动作熟练，没有停顿，也没有思考。镜头一转，约260万年前的东非河滩，开阔的疏林草原在烈日下延伸到天际。一条河流像一条细亮的线蜿蜒而过，远处低矮的火山丘陵被厚厚的灰白色火山灰覆盖，热烘烘的空气弥漫着尘土的腥味。一个身材大约1米左右，手臂长而腿短的身影蹲在满是石块的河滩上。他一双粗糙的手捧起一块深色的石头，翻过来转过去，用手指摸索表面，然后向下砸在另一块石头上。第一下细纹出现，第2下石片飞出，第3下带有锋利棱角的石块出现在阳光下。他拿起石片和露出棱角的石块，走向不远处一具被食肉动物吃剩的动物尸体，用锋利的刃口划开皮毛，露出里面黑红色的肌肉，再用带棱角的石块砸开骨头，取出骨髓放进嘴里。同样是已经解放的双手，同样是地上的石头，一个只是被随手使用，一个却在有意制造。这中间的过程超过了100万年，比整个人类有文字的历史还长上好几百倍。今天我们要问的不是人类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工具，而是为什么双手自由了，却还要再等100多万年才学会用石头制造顺手的工具。把时间往回拨，回到大约400万年前，我们来到非洲的东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当年的哈达尔盆地。东非大裂谷正在缓慢撕裂，火山活动时有发生，气候比现在略为湿润，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干湿季节。雨季时河流暴涨，两岸长出茂密的廊道林。旱季一来，树林后退，开阔的疏林草原取而代之。此时的哈德尔盆地是一个被巨兽统治的迷幻世界。在地平线上长着一对向下弯曲巨牙的孔象，正成群踏碎灌木。长相怪异，顶着如巨掌般鹿角的西瓦兽
和早期真相在草原上游曳，成群的三趾马在稀树草原上奔驰，它们的身后紧跟着一群四肢修长如狼一般高速狂奔的斑鬣狗、巨型猎豹与孔猫等史前大猫隐匿在草丛里，双眼死死盯着远处正在低头吃草的远古牛羚。一群矮小的南方古猿正在几棵大树附近的草地上小心翼翼地行走。这些身高只有1米左右的古猿虽然已经学会了直立行走，但微小的个头让他们的视线几乎完全被1尺多高的草丛遮挡。他们不时弯下腰，用双手挖掘出细长的植物根茎，匆忙塞进嘴里。忽然一阵清风吹过，周边的草竟然不自然地逆风摇摆起来。对于视觉受阻、毫无反抗能力的古猿来说，这意味着致命的伏击。他们猛然转身，手脚并用地向附近的大树奔逃而去。同样是哈达尔盆地320万年前的一天清晨，一个身材只有 1.1 米左右的身影，随着族群里的同伴从河边的树上跳到地面。1974年，考古学家在这片盆地里挖出了它的骨骼化石，40%的骨架保存完整，是当时发现过最完整的早期人类化石之一。他们给它取名 Lucy。 此时我们眼前的就是它，盆骨已经变短变宽，大腿骨向内倾斜，走起路来有些摇摆，双脚几乎成一条直线，可它的腿仍然偏短。根据目前的生物力学仿真，奔跑速度大约只有每小时6到18公里，这对于每小时50-60公里的天敌斑鬣狗来说实在是太慢了。我们跟着它走入晨光，它先在河边的树林里活动，搬下低处的枝条或爬上树采摘果实，再挖开潮湿的泥土，找出沙草类植物的地下根茎。它的牙齿厚实，适合咀嚼这些坚硬的植物。它在水边不远处仔细地看着水面，然后快速移到水边，低头喝了几口水，又马上退回到岸边犬处。他曾看到一个同伴在喝水时被水里悄无声息的巨型鳄鱼吞进了嘴里。傍晚时，他和他的族群必须爬上高大的树冠上睡觉，这是躲避巨型猎豹和斑鬣狗等地面天敌的唯一办法。但擅长爬树的孔猫和巨河虎依然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并叼走它们。地面上，他和他的族群随时都是那些大型掠食者的猎物。身材矮小，没有尖爪利牙，也没有有效武器的他们，一旦被这些天敌盯上，逃脱的机会非常渺茫。旱季来临，食物变得稀少，族群必须走向更开阔的草原，去挖掘植物地下的根茎。它们不成直线的缓缓移动，一边走一边警戒，风吹草动都会让它们立刻奔逃起来。遇到大型掠食者吃剩下的动物尸骸，它们就啃食残留的肉食，或用石块砸开干涸的骨头吸食骨髓。但动作必须快，因为气味很快就会引来真正的猎人。他们双手虽然空着，却还只是用来拿和砸，而不是用来造。石头用完就被丢下，没有人会把它打造成可以防身或更有效获取食物的工具。同一时期，在更远的非洲南部，今天的南非斯泰克方丹地区，一处岩洞的入口，几个矮小的身影蹲坐在洞口的阴影里，望着远处草原上一群正在移动的羚羊。他们的族群和 Lucy 所属的并非同一种，是南方古猿非洲种，其中最著名的一员后来被称为普莱斯夫人。
它们的脑容量略大于阿尔法种，面部也稍微平坦一些，但过的仍然同样是提心吊胆的日子。白天在树林与草原之间觅食，夜晚必须退回这片相对安全的岩洞深处。1947年，考古学家在这处岩洞里挖出了普莱斯夫人的头骨，这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南方古猿头骨之一。它的年代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早期研究认为它生活在200多万年前，比 Lucy 晚了近100万年。但2022年，科学家用一种更精确的技术——与生合素埋藏测年法，重新测定了它所在地层的年代，结果将它的生存时间一举推举到340万年前左右。这意味着它很可能不是 Lucy 的后辈，而是 Lucy 的同代人，甚至可能比 Lucy 更早。这场关于他到底活在哪个年代的争论，至今仍未完全落幕。这种年代上的分歧其实并不罕见。生活在320万年前的 Lucy 之所以能有一个稳定、几乎没有争议的年代，是因为哈达尔盆地的地层里刚好夹着2层火山灰，大自然帮他放了一个精确的计时沙漏。但并不是每个化石遗址都这么幸运。斯泰克方丹的岩洞里没有火山灰，运县的河岸沉积里也没有。这些地方的年代之谜，直到与生合素埋藏测年法出现，才终于等到了答案。但无论年代最终如何论定，此刻岩洞口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在340万年后成为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他们只知道生存的每一天都在掠食者的阴影下度过。我们回到大约330万年前，在今天肯尼亚托尔卡纳湖西岸的洛梅奎，曾经出现过一些被敲打过的石头，后来考古学家把这里命名为洛梅奎3号遗址。有人把大石块用力砸向另一块石头，剥落出几片锋利的石片，从这些石片和石盒上甚至看得出一定的技巧，懂得挑选石材，控制敲击角度。但这些痕迹是零星的，出现的时间比后来的系统性石器工业早了约70万年。做出这些石器的很可能还不是人属，而是南方古猿或与它们同时期的另一只古猿。大多数时候，石头仍然只是碰巧被用到的东西，没有系统的工具，意味着它们无法更快地切开动物的后皮，撬开骨髓，也无法在遇到危险时拥有更好的防身手段。身材矮小，腿短，没有利爪的弱点始终没有被弥补。又过了大约70万年，时间来到约260万年前，东非的气候变得更加多变，草原扩大，森林退缩，食物获取更不稳定，生存压力也从未减轻。我们来到今天埃塞俄比亚的格纳地区，这里阳光炙热，开阔干涸的河滩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火山岩与砾石，地表被晒得发白，偶尔一阵热风吹过，空气里弥漫着灼热的尘土味。远处的树林变得更加稀疏，草丛低矮而枯黄，只有靠近水道的地方才能看到零星的绿色。一群约10人左右的早期人属成员，能人或与之接近的群体，来到石头密集的河滩。他们身材矮小，成年男性大约 1.2 到 1.3 米，女性更接近 1.1 米，皮肤呈深色，身上仍覆盖着明显的体毛。他们眉肌突出，面部比南方古猿稍显平坦，手臂相对较长，腿却依然偏短。群里有几个年长的个体，也有背着或牵着幼崽的女性，还有几个年轻的成年男性走在外侧警戒。
他们弯下腰，挑选质地细密的石块，把它们集中到一处。几个年长的个体围坐在石堆旁，把一块石头翻过来转过去的仔细端详，然后放到地上，另一只手举起锤石，以精确的角度猛烈敲击石盒边缘，石片一片片落下。其中一人捡起最锋利的一片，走向不远处一具被大型食肉动物吃下的羚羊尸体。锋利的石片划开厚皮，露出里面深红色的肌肉。另一人用较大的石锤砸开骨头，骨髓的腥味散开。其他成员靠过来，有人捡起石片切割，有人拿起石盒敲碎骨骼。他们动作必须迅速，因为这味道同样会吸引巨型猎豹、斑鬣狗。他们有了这些简单的工具，他们能在更短时间内获取高热量的肉食，减少暴露在危险中的时间。这些在埃塞俄比亚格纳留下的有意识打造的石器、石片、锤石与石盒，是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系统性石器。后来，英国考古学家刘易斯·利基与玛丽·利基夫妇从1931年开始，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发现了大量带有明显加工痕迹的同类石器，以及一些古人类化石。这些化石的脑容量明显大于南方古猿，手部结构也更适合精细操作。刘易斯·利基将这个物种命名为能人，并认为他们是这些石器的制造者。这种以硬锤击打法制作的石器从此被称为奥杜威石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系统的石器工业。这些看起来简单的石片、锤石和石骸，却彻底改写了人类的演化方向。有了锋利的石片，早期人类终于能够快速切开动物的厚皮，获取高热量的肉类。有了砍砸器，它们能敲碎连狮子和猎狗都难以处理的大腿骨，吸食富含脂肪的骨髓。高蛋白与高脂肪的食物为耗能极高的大脑提供了关键燃料。能人的脑容量因此明显大于南方古猿，从约400到500毫升提升到600到700毫升左右。同时，石器成了外植的牙齿，它们不再需要像南方古猿那样长着巨大的臼齿和强壮的面部肌肉来撕裂食物。牙齿变小了，面部开始后退，颅骨得以向前扩展，为更大的大脑腾出空间。这不仅改变了外貌，也让双手和大脑有了更紧密的配合。制作这些工具本身就需要抽象思考，需要什么样的石片，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石头，从什么角度用多大的力气敲击，才能打出坚硬而锋利的刃口。这证明260万年前的早期人属已经具备解决实际问题与空间问题的能力。河滩的一角，一个年长的男性坐在地上，面前放着几块敲坏的石盒。一个男孩子蹲在他身边，手里紧紧握着一块石头，用力砸向另一块石头。石屑四溅，孩子低头看着手里那块毫无变化的钝石头，皱起眉。老人没有说话，伸手拿过孩子手里的石头，翻转了一下角度，然后把石头放回孩子手中，用手指点了点那个位置。孩子重新举起石头，这一次角度不一样了。啪的一声，一片薄石片应声落下，边缘泛着锋利的光。孩子愣了一下，随即抓起那片石片，兴奋地举到老人面前。老人只是点了点头，又抓起一块新的石盒，放到孩子面前。正是靠着这些简单的石器，能人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古人类截然不同的路。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曾有一片广阔的古湖泊和大量林地。同一时期，
还生活着另一种古人类抛氏旁人，也被称为坚果破裂者。他们的身材比能人高，雄性大约 1.3 到 1.4 米，雌性则稍矮一些，但也和能人的雄性相近。当旱季来临，食物短缺时，坚果和根茎是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能人和抛氏旁人在活动地点与食物选择上高度重叠，因此产生竞争。抛氏旁人靠着适应环境进化而来的巨大的臼齿和强壮的咬合肌，掠夺食物坚果和刨食植物根茎，而能人则靠石锤敲鼓稀碎，并砸开坚果，用石片切割肉类，并挖掘地下根茎。一方把牙齿留在体内，走肉体专食植物的路线；一方把牙齿外植成石器，走技术与杂食的路线。当环境变得更加剧烈动荡时，只吃植物的刨氏旁人在这场持续数十万年的生态竞争中逐渐消失，而掌握工具的早期人类却靠着更高的行为灵活性活了下来，并继续向前演化。奥杜威石器因此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人类从被环境塑造走向主动改变生存方式的真正起点。从这以后，人类的石器技术会继续演化。大约170万年前，更对称、两面打制的阿舍里手斧开始出现，标志着工具制作进入了需要更多预先规划的阶段。而更晚期的精细打制技术都是在这条路上继续演化的结果，但那些都是后话。此刻，在260万年前的这片河滩上，最重要的改变已经发生。人类第一次不只是使用石头，而是开始按照需求有意识地制造石器。然而，手里握着锋利石刀的能人并不能确保夜晚的安全，即使栖息在树上或岩洞里，孔猫、史前豹类等善于攀爬的掠食者依然可能在黑暗中袭击并杀死它们。1949年在南非斯瓦特克朗斯洞穴发现的罗伯斯特粗壮南方古猿头骨上留有史前豹类的齿痕，就血淋淋地说明了早期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捕猎者口中的猎物。他们就这样在危机四伏中缓慢演化，直到大约200万年前，这群早期人类的一些群体走出了非洲。促使他们迈出这一步的，或许是日益激烈的领地竞争，或许是追随大型哺乳动物迁徙的脚步，又或许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食材与水源。但无论原因为何，200万年前的非洲大陆上已经有一群人义无反顾地朝着未知的远方走去。但正是这场漫长的迁徙，给今天的科学界留下了一个至今都在激变的世纪大矛盾。如果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观点，身体原始、身高只有1到 1.3 米、脑容量小的能人从未离开过非洲，大约165万年前就灭绝了。而真正有能力横跨欧亚大陆的是身高 1.5 到 1.8 米、大脑更聪明的直立人。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给这个完美的理论一记重锤。大约210万年前，在今天中国陕西蓝田的上陈留下了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石器痕迹。这意味着，早在非洲的直立人诞生之前，就已经有某种神秘的早期人类到达了东亚。他们是谁？难道是本该待在非洲的能人提前出发了？紧接着，大约180万年前，在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德马尼西，科学家挖出了5个目前公认最早也最完整的迁出非洲人类骨骼化石。
当科学家满怀期待地看清这群早期拓荒者的面貌时，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的个头矮小，脑容量更是只有500多到700毫升，长相居然和能人高度相似。科学界为此爆发了海啸般的争论。有科学家大胆推测，我们可能低估了能人，最早走出非洲的根本不是高大的直立人，而是这群手持粗糙石刀的矮小能人。也有人提出了更震撼的假说，这群原始人类在20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后，是在亚洲的艰苦环境中率先升级演化成了高大的直立人。随后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返璞杀回了非洲老家，与留在本土的同伴一起奠定了后来智人起源的基石。直到几十万年后，在非洲完全演化成熟的现代智人再次走出非洲时，才最终在与早先走出非洲并留存于世界各地的古人类的残酷竞争中胜出，成为今天地表唯一的统治者。而就在德马尼西亚这群拓荒者留下足迹后不久，几乎同一时期，另一群早期人类的踪迹已经出现在遥远的东亚。2026年初，一支中美联合研究团队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确的定年技术——雨生核素埋藏测年法，重新测定了中国湖北赣县学堂梁子遗址出土的头骨化石。结果让所有参与研究的科学家都感到非常震惊。这批石头的年代被一举往前推至距今约177万年，几乎与德马尼西的拓荒者站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人类走出非洲后扩散的速度远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无论真相是哪一种，这群早期人类最早开拓世界的脚步都远比我们猜想的更早更远。约160至150万年前，他们穿越丛林，到达了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桑吉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走出非洲的拓荒者，无论是能人还是早期直立人，手里握着的还只是最原始的奥杜威石器。正是这种看似简陋却能被一代代人重复制造的技术，让他们有了闯荡未知世界的底气。从东非大裂谷到高加索，再到东亚与东南亚的岛屿，他们一边在未知的黑暗中与猛兽搏斗，一边在漫长的旅途中不断进化。这段跨越万里的时空史诗，远超我们对早期人类迁徙时间和活动范围的想象。时间来到了100万年前，场景转换到今天南非北开普省的一处石灰岩丘陵圆帐洞穴。洞口很深，阳光只能照进前段，越往里走，空气越是阴凉潮湿，带着岩石与泥土的气味。一群早期人类，很可能是能人的后代，直立人，正沿着洞穴通道往深处走去。他们大多是青壮年，身高已明显增高，大约在 1.5 到 1.7 米之间，有的接近 1.8 米。腿变长了，手臂相对变短，四肢比例更协调，走起路来也更加稳健。他们走进洞穴深处的一处开阔亭堂，这里是族群栖息的地方，老人和幼童散坐在石钟乳和石笋之间。洞里很安静，只听得见地下河缓慢流淌的声音，以及偶尔的窸窣声。他们来到厅堂较高处的一堆灰烬前，一位年长的老人拨开上层冷灰，露出里面还带着红光的树干。进来的人跪下，有人把干燥的枯草和细枝添上去。老人低下头，轻轻吹气，火苗窜起的瞬间，橘红色的火光把周围岩壁照亮，也把众人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火光下可以看到他们的额头较低且后倾，眉脊粗壮而连贯，
面部比能人更平坦，鼻部开始向前突出，看起来比以前的能人更接近于现代人类。根据化石研究，他们的脑容量也进一步增大，大约在800到1100毫升之间。没有人知道人类第一次接触到火究竟是雷击引燃的野火，还是某次偶然吃到了野火烧死的动物尸体。但在元丈洞穴的地层里，考古学家找到了经过燃烧的骨头碎片与植物灰烬，深埋在洞穴内部，远离洞口。这意味着这堆火不是野火，而是被人带进洞穴并被悉心照看的火。洞穴里的火越烧越旺，驱散了洞穴里的湿气与寒气。此时有人将一块带着肉的骨头放在火焰边缘，骨头上的肉被火烧得滋滋作响，香味混合着烟味飘散在洞穴里。族群里的幼崽被安置在离火最近也最安全的位置。洞口方向隐约传来猎狗的低吼，但这一次那些平日威胁着他们的掠食者在跳动的火光前迟疑了，最终退回进黑暗里。这堆火要是熄灭，重新取得火种需要等很久很久，所以就需要有人守着它，添柴拨灰，不让它灭。这是比打一块石片复杂的多的事情。石片打坏了可以重打，火种一旦熄灭，就需要等下一次雷击引燃的树木才能再次拥有它，而等待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守住一堆火需要有人记得添柴的时机，需要族群里的人分工协作，需要把怎么照顾它，不让它熄灭这件事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从那以后，肉不再只是生吃，煮熟的食物更容易消化，高温也会杀死藏在生肉里的寄生虫和病菌，也更安全。夜晚的黑暗里，第一次人类不在寒冷中发抖，也不再害怕捕猎者靠近。人类终于靠着火有了一处可以安心生活和睡眠的栖息地。我们站在那片古老的河滩上，又站在那幽深的洞口前，阳光下石片闪烁，洞穴深处火光摇曳，远方的草原上风吹过草丛，掠食者的气息从未真正远去。直立行走给了我们手，让我们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广。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这些手并没有让我们摆脱成为猎物的命运。直到有人第一次有意识地敲碎石头，把脑中的想法变成可以握住的锋利刃口，我们才开始稍微改写了自己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又直到有人守住了一堆不能熄灭的火，黑暗第一次不再完全属于掠食者，我们才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的夜晚。从使用现成的石头到制造想要的工具，中间隔了100多万年；从制造工具到驯服猎焰，又隔了超过100万年。这200多万年里，缺的到底是什么？是更严苛的环境与生存压力，是对高热量食物、对黑暗里安全的渴望，是从偶尔的一下到刻意的谋划那一步抽象思考的跨越，还是把一件事稳稳的一代一代教下去的能力？你觉得呢？下次当你拿起手机、筷子或是打开瓦斯炉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双手能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在200多万年前的某个河滩上，有人第一次决定不只是用石头砸果核，而是石头砸石头裂出石片。也是因为在100多万年前的某个洞穴里，有人第一次决定不让那堆火熄灭。我是严泉，独角兽环球世界，我们下集见。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这群刚刚学会制造工具、守住火焰的人类，他们的后代即将迎来一场分家。有人北上去往严寒的欧洲，有人留守在温暖的非洲。同样的起点，
几十万年以后，它们会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而其中一只将彻底消失在历史里。下集我们继续往前走。